真乱呀！哇塞，这长得也太快了吧！看我们这柿子树，几天不见，长了这么多叶子。天哪，我跟你们说，你们再看看这儿吧，我的天哪，开了好多的花呀！哇，我现在充满了信心。这个长得跟小包子似的，这种颜色很鲜艳的黄花朵，就是我们俩当时试种的那个花老大。然后这一棵呢是我们在网上买的王菲，这一棵是一个5、6年的母本，买的时候600多。其实网上的不见得会比花市便宜，但是好在它也开了很多的花。看这边都发出来了。天哪，好不是这个芽，这个芽出来之后，以后就是一个汁儿，一个这样的汁儿。哦，会长这么大！天哪，它现在就是一个小宝宝，太神奇了！哦，长得好快。本来以为它死了，结果你看，嗯，生命的奇迹就在于哇塞，这是新发的小芽。对天哪，它们没死啊！对，活过来了。哇塞，哇，植物好神奇啊！你们要快快长大。早啊，不是走。中午好，我们又来院子啦。对，我们其实本来是想说院子我们自己搞，亲力亲为嘛，但是就一点一点 DIY。对，但是后面发现这个院子它其实里面的学问是很多的，我们没有办法自己完全把控好。对，就是才刚刚起步就戛然而止。因为我们俩想要很自然的那种小院儿，但是后来发现越自然的东西，其实它越需要一些专业的搭配和格局的设计，不然可能就会很乱。所以我们就请了一个设计师朋友来帮我们做整体的院子的规划。对，好，那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对这个院子的诉求。我们想要那种比较自然感的，所以我们不会安装水系，就是那种鱼塘水池，然后上面再理一个小桥。假山，造景。弹幕里这会儿肯定都是说阿莲不会喜欢这些了。他喜欢没有用，院子俺说了算。我想要的是那种有很大的草坪，还有种植区域，因为我想要早日实现先切自由。然后有几个是比较硬性的点，比如说从这个门出来的这条路一定要是直着通向那里的。这是风水的问题。家里人比较讲究这个。就是出门不走弯路。对。然后我们还需要一个能坐4个人左右的户外的一个休息区。那还有呢，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些周围都是绿色的，或者是爬藤类的花。那我们现在这里已经刚刚种上了2棵风车茉莉，这些是后期我们搭上那个花架之后要把它们往上固定的，让它们继续往上爬。不出2年吧，这里可能就会变成了一个花墙。可能镜头里看起来它没有很高，但其实你看它比我高多了。你也就能跟他比个个儿。今天呢，我们来了我们院子设计师的苗圃，跟他来讨论一下我们的设计方案。这里面还挺丰富的，就是花的味道。来转转吧。哇，好多花呀！这叫都是你的，睡觉都得笑醒。这个是铁树莲，我认识。人家叫铁线莲。铁树莲像不像纺织女工的名字？那秀球在这儿吗？这不是绣球，你到底行不行？你再给我看一眼，这绣球吗？你都说那个是什么？这个不就是绣球吗？那这个是什么？它们不是一种吗？我觉得还是找个专业的人来给你指导一下吧。没几个认识的。这也是铁线莲的一种，这是多层的，这种是单层的。单层的比较简单，你喜欢单层的还是喜欢多层的？我喜欢单层的。你看看，北方有哪些花能开2季？就是室外的话。欧月是绣球无尽夏，养好的话它可以开到11月份。那我们家阳台上养的那个绣球，半个月就挂了。这个最近好火，就是小红书上特别火，随便扔点种子爆花那种，是吧？也不至于，也不至于。至于。这个我知道，小木槿。对。你看我答对了。这个呢？这个羽毛草。这个草也挺好，阿帅一定会在上面打滚的。希望你到时候能把我们家的院子种成这种感觉，就是走路都是拥簇的，全都是花，而不要是那种感觉。好吧，这里边都是能吃的。这个我认识，这薄荷的。这个就是那个披萨上面叶子的罗勒。大草莓，这个都红了，哇，好香！自己种的就是香。来闻一闻。闻到香味了。
了吗？哎，这个挺酷的。这是园艺刀，这个种球根挺好的。然后种整球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这个，然后种土里这么插一个孔，咔一下，就跟弄咖啡一样，都有自己的工具。这个就是放在院子里的电箱，然后它可以就是用手机来控制院子里的灯啊，还有一些浇灌系统什么的。对，然后这个就是它的无线开关，这可以随便粘哪个地方。哎呀，院子都这么智能啊！这位是我们院子的设计师大东，今天呢，我们就是来跟他对一下这3个方案，然后看看哪一个我们更喜欢。这个是我们第1版设计稿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大门，从这里进来之后，这里是一片草坪，左边呢是一个小的独处空间，这边呢是一面飞车茉莉墙，然后这里呢也是有一个小场景，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的会客区，大概可以坐4到6个人，然后这里是一条小路，这2边就都是我可以种花的地方，这里呢就还是一个硬化的区域，这里就是我们那个大窗户了。第2版呢是我们想要一个更偏自然一点的场景，所以把这个规整的草坪换成了一个异形的，把那个会客区调到了这边，然后这边呢就是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。它们俩差别，一个就是这个草坪跟植物花径区衔接的这个方法。第一个就是很快就接着一个花径区，因为花径植物有些会落叶，然后它如果落叶的话，就它们2个衔接的这个地方就非常就是及时的清理落叶。然后再一个区别就是这个的会客区周围都是比较好看的，这个是一个被景观围绕的一个会客区。然后这个呢就是说可能比较单调一点，这2边是一个墙，这边是一个小路，然后可能从这边往这边看的时候，可能植物层次会比较丰富。这其实区域划分比较明确，这边就是会客，这边就是一个纯自然的一个。对，整体来说这个方案就比较均衡，没有什么大的缺点和优点。但是这个呢，优点缺点都比较明显。那这版是又在那个基础上？对，这个是把会客区这2个结合了一下，把会客区放在客厅的落地大玻璃前面。这边的草坪面积比这个也要大一些，相当于整个都是一个花径区。从这独处空间坐着的话，会整个被一个植物环绕的感觉，比这边整体要好看。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我们的方案终于定下来了。对，我觉得这版就非常完善，满足了我们各个需求。带你们去看看灯，像这种呢，就是一个放在院子里的比较高的一个灯，但它的光照范围非常大，大约得2米多的一个圆。这个呢，就是一个照路灯，这个是一般安在木地板上的这样一个出光角度。这个是射灯，就是照树啊，照植物，照什么都可以。这个就比较柔和。这样从下面可以看到。一个很柔和的暖光灯。那像这2个呢，就是壁灯，可以放在墙上的。这个就是那个刚刚看的很高的灯照出来的效果。还有这种矮的。矮的照的范围也挺广，是得有一些灯，晚上比较有氛围。我们现在要在设计图上定一下放灯的位置，这几个点是我们定的可以放插座的位置。好，那现在我们院子的方案终于敲定了，这个是最关键、最重要的一步。之后呢，就是水电和施工图。那根据这个水电施工图呢，我们进行水电路改造，然后再做一些地面的硬化，之后就可以进植物了。我们希望在10到15天之内把整个院子完工。那我们就一起期待我们的院子。或者远方，只想在你身旁，把这情歌慢慢唱。送你3月。